你银行卡里面的存款够不够你什么都不做，活至少3个月呢？你车上的油够不够你撑过下个星期呢？如果明天油价1个月翻3倍，你这车还开不开得起呢？你衣柜里面那件想了很久都不舍得买的衣服，如果下个月价格翻1倍，你会不会后悔今天没有下单呢？甚至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自己现在这份工作到底稳不稳呢？万一公司撑不住了，你有没有 Plan B 呢？听到这里，有的人会觉得扫地僧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不就美国跟伊朗打个仗而已吗？伊朗跟我们相差个10万8千里，你这至于吗？毫不夸张的讲，至于。我告诉你，至于。你想一下，1929年的大萧条是怎么来的？关税、战争，还有石油危机。只要你可以集齐这3样东西呢，你就可以召唤一场席卷所有人的灾难呢。少了一样都不行的，对吧？各位，那你现在可以去数一下，这3样东西呢，是不是一瞬间全都集齐了？关税打了2年了，战争呢，美军刚下场了，石油危机呢，全球1/5的石油现在也出不来了。所以这场仗难道就只是国家之间打一架，然后就结束的小打小闹吗？我们回想一下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到底谁赢了？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全世界都慌了，飞机停飞了，工厂停工了，石油呢就多到没有人要了。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就开始了买石油公司的股票。那几年全世界的人都笑他，说这个人老了，不懂科技股，只会买那些过期的东西。然后呢，疫情结束了，经济复苏了，这个人又做了什么？他把手上那些赚钱的股票，什么苹果啊，什么银行股全都卖了。去年4月股灾之后呢，全世界的人都在抄底，他呢一动也不动，手里面握着天量的现金，还有那些石油股。那时候有多少人笑他呢？在1个星期之前呢，还有无数人说啊，这个股神巴菲特老了，疯了，踏空了，这辈子呢晚节不保了。那现在呢，美军下场了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了。油价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飞了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赢的人是谁呢？当经济大萧条来临的时候，赢的人又是谁呢？所以一场经济大萧条，你觉得是坏事吗？对一般人来说呢，确实是天塌下来的坏事。但对那些提前写好剧本的政治家，对那些提前知道剧本的资本家来说呢，这就是百年难遇的捡钱机会了。去年6月的那部影片，我说如果伊朗跟以色列真的打起来了，这将会是一场引爆全球通膨的战争。因为石油是工业的血液，当这血因为这场战争被抽干了，那所有靠它活着的东西都得跟着死啊。我们吃的每一口饭，穿的每一件衣服，点的每一份外卖，背后都离不开石油。所以这不是什么中东又打起来的新闻啊，而是一场慢慢让你手上的钱变成废纸的战争。而现在呢，战争直接升级了，美军亲自的下场了。那这就不仅是一场石油危机那么简单了，而是一场 AI 驱动的战争。你没有听错，美国这一次打伊朗不是为了石油，更是为了给那些快没有钱烧的 AI 公司呢找一条活路，一箭四雕。什么意思呢？今天这部影片我农历新年就开始做了，我希望把这场战争背后最核心的东西拆了个干净。为什么美国非打伊朗不可？为什么 AI 公司比五角大楼还要着急？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被封了之后会直接影响到你下个月的薪资？还有更重要的，我们到底该把钱藏在哪里，才能在这场财富大洗牌里面不被洗出去？我是扫地僧，这些问题呢，我花了一整个农历新年去调查。在接下来的20多分钟呢，我一个一个给你说清楚。其实我很难做的，我不是预言家，我只是一个商人投资人。我看到的东西呢，我提前讲，有的人就会觉得啊我在贩卖焦虑，但出事之后再去讲呢，有的人就会说我马后炮。那我呢，还是提前讲吧。就算只有一句话能让同路的你少踩一个坑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如果你愿意为我撑腰，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而如果你听完就忘了，那就给这部影片点赞，这样它就会自动存进去你的播放列表里面，让你随时去复习。因为接下来这个世界会变得很快，快到你可能呢会反应不及。当潮水退去的时候，你至少要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个在裸泳的人。今天我们把这盘局呢彻底的拆解。
好，首先你知道这条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有多要命吗？那些无聊复杂的，你知道也没有用的，我就不说了，因为就很简单，你这样理解，整个波斯湾呢就好像一个大肚子，里面装的全都是那些靠卖石油来赚钱的国家，比如说沙特、科威特、塔科尔、阿联酋，甚至伊朗他自己。而他们挖出来的油呢，想要卖到外面其他的国家去呢，唯一的出口就是这一条霍尔木兹海峡。这条海峡不仅窄，而且还特别的浅。简单来说呢，那些几十万吨的超级油轮经过这一条海峡的时候，都要小心翼翼的，一条跟着一条的，慢慢的去走的。因为稍微走偏一点或者走快一点的话呢，都可能变成铁达尼号。而这条水道呢，就在伊朗的下面。所以我去年的影片就说，如果伊朗不爽，把这条海峡给封锁了，全世界的油价就会暴涨了。因为它根本不需要用什么航空母舰，就只需要在这条水道放一些什么导弹啊、水雷啊。那只要你伊拉克、科威特运石油的船经过这里呢，你就直接 BBQ 了。再简单点来说呢，伊朗它就是掐着全世界能源的咽喉的。如果伊朗把这条海峡给封了，全世界20%以上的石油就会断供了。那现在呢，伊朗跟美国打架，就跟大熊和胖虎打架一样的，打不过嘛。所以呢，果然伊朗就把这条海峡变成了死亡禁区，谁敢过这条水道，我就炸谁。也因为这样，油价就如我去年说的，几天暴涨了21%。那有人可能就会问啊，沙特那些产油国不是早就修好一些备用的水道吗？这条海峡被封了，不就可以绕过去吗？对啊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就算你把所有的船马力开到最大，去走那个备用的水道，一天呢也就只能运650万桶左右的石油出去。而霍尔木兹海峡正常一天要运多少石油呢？2000万桶左右啊。那这就好像以前我爸妈那个年代啊，你家的水管被切断了，整栋楼几百户人都跟你一样到楼下排着队，拿着水桶去接水了，所以这点水根本就不够用的。所以当这条海峡被封了，暴跌的不只是在打仗的美国股票，跌得更狠的反而是整个亚洲的股票，比如说中国、日本、印尼、台湾的股票全都已经暴跌了。而韩国跟泰国呢，甚至是直接跌到熔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石油大部分都是运过去亚洲的。那现在这些石油出不来了，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整个亚洲啊。现在你从中东租一艘油船运到中国呢，你一天的租金就翻了6-7倍了，还有保险费，一夜之间就暴涨了50%了，甚至无数的保险公司是直接拒保的。那你怎么搞呢？这还没完啊！卡特尔呢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啊，而天然气这个东西呢比石油更麻烦的，就是它必须要在专门的码头去卸装的，也就是它更需要靠这条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把天然气运出去了。所以现在这个天然气也出不来了，那整个欧洲冬天取暖啊，工厂发电啊，后面也会出问题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次看起来是美国跟伊朗去打架，但实际上最受影响的是亚洲跟欧洲啊。那这一次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？各位，很多人觉得油价暴涨了，那些卖石油的国家，什么沙特啊、伊拉克、俄罗斯啊，这一次都赚翻了。但很多人不知道，有一个国家它卖出去的石油呢，比沙特加上这个伊朗，再加上这个伊拉克的总和还要多的，就是美国啊。然后你去思考一下，今天你想要去买石油，你可不可以拿着你的台币、泰铢、韩元跑过去中东跟那些大哥去买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你跟谁买石油呢？人家收的都是美元啊。简单来说呢，现在全世界如果你没有美元，你就买不到石油，没有石油呢，你的工厂就开不了了，飞机呢就飞不了了，汽车呢就跑不了了，连化学肥料都生产不了了，没有化肥呢，你粮食都种不出来了。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要运转呢，现在就要去抢石油，想要去抢石油呢，现在就要去抢美元。那么过去几年，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把手上的美元换成黄金了，让黄金暴涨，美元暴跌了。那现在这个情况就变了，现在全世界都缺石油，油价呢暴涨。那么你想要去买油呢，你就必须要把你的钱、把你的资产都换成美元，你才可以买得到石油。但是你手上只有黄金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在打仗之前呢，无数人跟国家都把黄金给卖了，然后换成美元了，
也因为这样，我去年的影片说，只要这场仗打起来，反而黄金就会暴跌，美元反而就会上涨。而现在的这一切都一步一步变成事实了。这仗打起来之前呢，黄金只花了2天的时间，提前暴跌了21%，美元呢也暴涨了4%。也就是说，石油危机已经出现了。4年前，当美国升息，大家说美国的经济会变差的时候呢，我们布局的美股翻了接近1倍。3年前，当中港房地产崩盘，股市暴跌，当时说珍惜生命，远离港股的时候呢，我们当时布局的港股小米翻了3倍。2年前，当美股还在暴涨的时候呢，我们把美股开始慢慢的卖掉，把股票换成黄金跟白银。而去年美股因为关税就出现股债崩盘的时候呢，我们布局的黄金跟白银就翻了2-3倍了。那这些都是有影片为证，不能造假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难道就只是因为这些时事、新闻、财报去判断局势的发展，然后就把我们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拿去投资布局吗？就这么简单吗？局势会怎么发展呢？只是帮我们去预判一个大方向，但我们不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，也没有水晶球的。这中间会出现什么变化？具体什么时间会发生呢？我们不是造局者，我们不可能操控的。也就是说，大方向对了，只会提升我们的胜率。所以，我们不但要学会配合图表去布局，因为只有图表才会把资本家布局的蛛丝马迹看清楚。再简单点就算我看到美国一定让黄金暴跌，把钱赶回去美股跟美债，但我依然可能会去买黄金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黄金暴跌只是一个大方向，美国要这么做，可能大概率能做成，但也可能会做不成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什么时候去做，只有统治者可以决定。我们能决定的，就是从图表上的蛛丝马迹，去跟随着大户进场还有离场，去提升自己投资的胜率。而且最重要的，就算可能可以知道内幕剧本的股神巴菲特，他都会输钱啊。那既然输钱是投资一定会出现的事呢，那我们就不能定一个赢家的战略了。如果我5次里面有4次都是亏钱了，但我们每年的回报率都可以翻1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提升了自己的容错率。什么意思呢？具体要怎么做呢？2026年，我把这一套全新改良的投资系统放在一堂公益课里面，也就是完全不收任何的费用，但是名额呢，确实也非常的有限。你想要学的，留言区或者是描述栏上的第1条链接，你自己赶快的去报名吧。那么重中之重就来了，我前面讲的这些呢，只是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封了之后，不同资产的下场。你去年有看我的影片的话呢，都可以避免到。但是我现在说的是美军下场之后的后果。各位，为什么美国要下场去打架呢？他们说是为了解放伊朗的人民，让他们获得自由。还有呢，是为了防止伊朗去搞核弹，就那么简单吗？我是商人跟投资人，我看到的不是政治，而是钱啊。这段时间是去年到现在我最可能开始重新布局美股的时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美国的 AI 已经撑不过去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在美军轰炸伊朗的时候呢，川普当时第一时间并没有去指挥，也没有去演讲，而是在 Truth Social 上跟一家 AI 公司吵架，威胁他说要动用整个美国政府的力量把这家公司给封杀了。你打仗就打仗嘛，怎么还制裁起自己家的 AI 公司呢？因为这家 AI 公司带了个头，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技术给军队去用啊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就会觉得 AI 不就帮我们写写作业、画个图、做个 PPT 而已吗？其实现在的 AI 呢，已经用在打仗上面了。比如说以色列用 AI， 它可以自动的识别谁是那个国家的高层，哪个房子呢可能是武器库，然后呢就给军队推荐炸这个炸那个，甚至它可以去计算，如果炸了某一个目标呢，将会死多少的平民，然后给出性价比最高的建议。能听懂吗？也就是说 AI 在决定谁死谁活了，而且这不是什么秘密的实验了。Google 跟 Amazon 已经把 AI 的技术和数据卖给了以色列了，所以 AI 你来用的话，它是那个乖乖帮你写邮件的工具，给国家去用的话呢，就已经变成武器了。那为什么川普要封杀这个不跟军队合作的公司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说的，美国的 AI 公司快没钱了，
OpenAI 那些公司呢，每年去买晶片建这个数据中心呢，挖全世界最贵的人才呢，每年烧的钱都是用兆，而且是美元去做单位了。但是这些公司赚回来的钱呢，利润呢，回报呢，就1000几百亿。那什么时候能赚钱啊？如果你是这些公司的投资人啊，每天都跟你说这公司能改变未来，但每天都给你烧天文数字的钱，你急不急呢？就是它这个东西呢，它卖不出去啊，没有客户啊，没有人愿意为这个东西付钱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打仗嘛，你想一想，打仗的时候谁是最大方的客户呢？就是国家嘛。今天美军想要一套可以去识别导弹发射点的 AI 系统，预算是多少呢？只要你能做出来，1亿不够呢，就给到你2亿，对吧？国家呢是不计成本的，因为打仗是输不起的。而且一旦 AI 可以在战场上面证明自己了，可以精准的去识别目标了，可以规划无人机的路线了，可以比人类快10倍的去做决策了，那么其他的国家呢也会想要去买这个技术了。因为今天如果我的国家有这个技术，你的国家没有呢，你不就等着挨打吗？然后呢，其他的民用公司呢，比如说我做自动驾驶的，我就会想这个军方的技术能不能用来识别路上的行人啊？我做物流的，我就会想你这个规划路线的能力能不能帮我们优化成本？这就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发生的事情啊。当时的互联网泡沫爆破了之后呢，一大堆互联网公司都准备要倒闭了。结果这个战争一打呢，美军突然大量的去买民用的互联网技术，什么卫星通讯啊、数据库啊、互联网系统啊，那些快死的公司呢，一下就活过来了。当时有媒体还说了一句话，与其说硅谷呢是一个商业中心，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武器库。所以战争当时给了互联网第2次的生命。那现在呢，历史是不是要重演了？ AI 也需要一场战争来续命了。所以川普打击那些不愿意跟军队合作的 AI 公司呢，不是因为他脾气大，也不是因为他有私仇啊，而是他在为整个美国的 AI 找一条活路。而且这场仗呢，是一箭4雕啊。首先第一， AI 本来是找不到客户的，那么军工的订单来了， AI 公司呢就有钱了，投资者就开心了，然后就延迟了 AI 泡沫的危机了。还有呢，现在的美国政府背后就是军工集团嘛，现在有仗可打了，他们卖军火的不就可以赚翻了吗？然后第二呢，降息就有了借口了。你知道2003年伊拉克战争打完了之后，美联储做了什么吗？它直接连续降了13次的利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战争结束了啊，不确定性没了，经济变好了，那就可以放水去刺激了。现在的美国就想要去复制这个剧本，打一场漂亮的仗，快速的拿下，然后告诉全世界啊，你们看嘛，安全了，可以降息了。然后呢，配合上一部影片所说的，降息了之后，借钱变便宜了，经济重新的好起来了，美国政府呢就会成为了救世主，然后才有机会赢得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啊。而第三呢，把钱堵在家里面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你美国降息了，我把钱存到你美国就赚不到钱了，那我就不在你美国存钱了，而这些钱啊就会往外跑，去那些回报高一点的地方，比如说东南亚。但是如果中东打得一团糟啊，亚洲缺石油了，欧洲也缺天然气了，那么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是不是还是美国呢？我投资你其他的地方啊，利息和回报虽然高一点，但我这个钱可能随时都没啊。那美国利息低一点就低一点吧，总比战争波及的好啊。于是这些钱就会乖乖的留在美国，去买美债、买美股，这样就可以解决美债降息卖不出去，股票会崩盘的问题了。而第四呢，就是拿下中东，只要快速的去搞定这个伊朗了，就可以操控中东的石油了。那到时候谁还敢不用美元呢？所以你看明白了吗？一场战争4份收益 ，AI 活下来了，美联储可以降息了，钱不往外流了，中东呢也拿下来了。那么石油危机有了，战争也有了，关税呢也有了。如果这3样东西持续长时间维持下去，是不是就可以召唤跟1929年一样的经济大萧条了？很多人以为当时是因为股市崩盘，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呢是美国搞了个关税战。当时美国为了保住自己的产业呢，就对全世界加这个高额的关税。
别的国家也反过来对美国加关税，结果全世界的贸易就暴跌了，谁的东西呢都卖不出去了。那最后谁最先扛不住呢？不是美国啊，而是当时工业最强的德国。德国对美国的出口直接暴跌了65%，欠美国的债呢就还不上了，经济呢完全崩盘了，失业率呢飙到了30%了。最后没有办法了，他就只能造这个坦克，造这个飞机，发动了第2次的世界大战。而美国呢，因为远离战场，只卖军火，就发了一笔战争财了，最后取代了英国，成为了世界霸主。所以就算现在美国打伊朗，这把火呢其实也烧不到美国的，因为隔了很远了，就是我美国能打到你，你却不能打到我，而波及到的却是整个亚洲跟欧洲的经济。然后呢，全世界做生意的成本都会比美国贵好几倍。你可以想一下，你在亚洲开工厂啊，石油涨价了，运输成本涨了，还有你去交关税给美国，你的产品价格一下呢就会变成原来的3-4倍了。但是如果你把工厂都搬过去美国呢，他们自己有石油啊，又没有关税啊，成本又几乎没有变，那全世界的消费者会去买谁的东西呢？当然就是美国了。于是全世界工厂的订单呢就会越来越少，利润越来越薄，最后呢只能关门了。又或者你还有一条路，就是把你家的技术工厂都搬过去美国啊，搬到美国呢，你就没有关税了嘛，也没有汇率的问题嘛，你还有补贴，你还能够入籍美国，这就是美国这盘局最大的利益啊。美国制造是很贵，所以你们不愿意来嘛 ？OK， 我不需要把自己家的东西变便宜的，我只需要让全世界变得跟我一样贵，甚至比我更贵，不就 OK 了吗？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除了美国人之外，就会经历2个字：滞胀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经济停止了，大家都没有钱了，但是同时却通货膨胀，物价还在不断的往上涨。正常的经济不好呢，物价是应该往下跌才对了。但如果现在物价上涨是因为石油变贵了，成本变贵了，不是因为大家的钱变多了，那央行呢是没有办法用升息去压这个通膨的。升息呢只会让企业更加借不到钱，倒闭的更多，失业的更严重。那最后怎么办呢？就是全世界一起去印钞票嘛，你印我也印了，结果大家的货币就会一起贬值啊，汇率是没有变的，但是购买力就变了，你手上的钱呢可以买到的东西就变少了。那些欠了债的人，比如说美国政府呢就爽坏了，因为印钱之后钱就不值钱了，他们欠的债也变少了。本来借你100万能买一辆车呢，现在还你100万，你只能买一个车的轮子。这就是用通膨来化解债务。而你呢，如果你只会拼命的去存钱，你就会成为了那个被收割的人了。因为存的钱越久呢，你的购买力掉的就越多。所以这场战争的背后，就是一场加速财富大洗牌的棋局。有的人要赢，就有人要输。那我们是赢家还是输家呢？听到这里，你可能还会问啊，全世界的国家不是有石油储备吗？应该可以用好几个月吧？对啊，很多国家都有储备了，但是国家能保证你买到油，不能保证油价不涨啊。就好像国家能保证超市里面有米，但不能保证这个米价不变啊。那谁来保证你的生活水平不掉下去呢？谁来保证你失业了还能够付得起房贷呢？谁能保证你存的那点血汗钱1年后还能买得起今天这些东西呢？没有人啊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所以你可能会说啊，那我赶快去投资点什么，让钱去生钱，不就能对抗这个通膨了吗？各位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瞎投资啊。如果你想要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布局，如果你还没有走进我们投资改命培训营的公益课，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也要学的技能，那么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去报名了。当然还有第3条路，就是像美国一样下场打仗，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。这个呢是我最不想要看到的，因为这可能就会变成第3次的世界大战了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这期影片信息量很大，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呢，欢迎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一起理性讨论。我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
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、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了，我们下周不见不散，拜。